经过地铁站时，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永远穿着西装的人？他们可能在烈日下举着广告牌，可能在暴雨里撑着伞带人看房，可能对着空荡荡的街道一遍遍地刷新房源信息。这是人生意义的第一期视频。做这个系列的目的是希望在这个迷茫的时代里，分享不同人的人生意义，能够帮助迷茫的人找到独属于他们的人生意义。如果你和你的职业有故事，请私信我，我将分享你的人生意义，希望为那些迷茫的人撑起一把小伞。上个月，我买下一套房，中介大何跟我说，以后买房还找我，我永远都在这个行业。这句话让我非常困惑。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房地产市场，当经济增速放缓，房价剧烈波动，一个35岁的中年人为什么敢说永远？前几天，中介谢小姐红着眼跟我说，他们门店到目前为止有一半的人没有开单。当整个行业都在收缩，为什么有些人抓得死死不放？当开单率如此低，他们每天是如何说服自己第二天穿的那双磨脚的皮鞋继续上路的呢？我和行业中的周女士做了一场50分钟的公益咨询，让我深入了这个行业。现在，让我们进入地产中介的世界。想象一间20平米的办公室，现在正好下午3点，空调发出嗡嗡的杂声，3名中介盯着手机，手指机械般的刷新着客户信息。突然，有人兴奋地站了起来，抓起包就往外冲。我去跟张大妈看房，剩下的人继续发呆。这种沉默比996加班还可怕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忙到凌晨才有希望，而坐在办公室发呆才是绝望。他们的时间非常的零碎，上午陪客户看学区房，下午去新楼盘踩点，深夜还要安抚一个离婚卖房的大姐，一天需要切换10种人格。今天是置业顾问，明天是心理医生，后天是验房师，并且最难的不是应对人，而是看透了别人却不能说破。买过房的人像个老司机，开口就问容积率多少，还有抵押吗？没买过房的人像个惊弓之鸟，你一介绍说这套房子采光好，他立刻警觉，你是不是想抬价？更残酷的是房东，这个时代卖房的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，他们把房子展示在中介前，那些愤怒、不甘心和委屈，最后都变成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帮我成交？普通人的收入按月计算，他们的收入按单计算，那种长期没有开单的焦虑感，或许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知道。而所谓的保底工资，可能只够日常请客户吃饭喝水。下面我将说说周女士在行业中的挣扎。说起扎心的事，有些客户突然放你鸽子，昨天还和客户约好了早上9点看房，今天8点半问客户有没有出门，客户说不好意思，我临时有事。他跟我说，我们干这一行的，越是想要抓住人跟人之间的尊重，却越是抓不住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能深夜喝点小酒来缓解一下。他说更痛苦的是，上个月有对情侣刚找他看完房，转身就找了收费更低的中介。周女士说话时紧锁着眉头。我们陪客户看房30次，帮他们算首付、算税费、磨房东，最后却被自己人捅了一刀。但最让周小姐愤怒的是，她上次带着存着10几年积蓄的客户看房，新房的销售甩出一句没验资不能看房。她描述那个瞬间，她羞辱我可以，但我是带着客户的，为什么大家都是想要促成这笔交易的队友，却要互相伤害？似乎在那个瞬间，我读到了周女士，她在乎的并不是那个销售伤害了她和她的顾客，也不是那笔佣金，而是一个对她来说更重要的东西。对方否认了她在这个行业中奋斗的意义。咨询中的某个时刻，周女士情绪激动地说，要不是为了生活，谁愿意受这个气？但或许她在这个职业中找到了独属于她自己的人生意义。接下来我将分享这份独属于房地产中介们的意义。前年的某天，周小姐遇到一个老人，老人揣着存折，说要买带电梯的房子。老人身后似乎有个带着悲伤的故事，其他的同行都劝他算了，但周女士最后还是陪他买到了心仪的房子。过户那天，老人送给周女士一个小饰品，她现在还留着。
周女士说，我当然是为了生活才做这单，但她的语句中有些颤抖。她说，干我们这行需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，有些人认知很高，有些人却很迷茫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。今天要深入解读贸易战关税和国际政策，明天要去了解社会时事，为了只是能在陪客户时搭上话，能够更了解客户，这样才能够帮助客户买到更心仪的房子。这一刻，我突然就有点理解帮我买到房的大河说的永远，我永远都在这个行业。似乎房产中介们在一次次带看中，去了解客户，去了解房子，甚至是了解世界，为的是让客户能买到心仪的房子。虽然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在努力工作，但这个努力中似乎有着独属于每个人的专属意义。在西西弗神话中，人们在荒诞中寻找意义。或许人类与世界存在的意义，就是无数个平凡的我的意义拼接起来的。而你我这两个普通人存在的意义也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痕迹。现在，我想拜托屏幕前的你一件事，如果你想分享你的人生意义，请你私信我，或许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写下你的人生意义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，希望大家能支持我的频道，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更多人的人生体验，能为迷茫的人撑起一把小伞，让他们找到独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